被称为空中猛虎的食猿雕，捕食手段极其残忍，它们究竟有多强？一提起空中战斗力最强的动物，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老鹰之类的猛禽。它们拥有着十分强悍的战斗力，甚至能够与一些大型哺乳动物一较高下。不过在猛禽之中，也有着实力的高下之分。其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猛禽，它们主要以灵长类动物为食，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食猿雕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食猿雕究竟拥有着怎样强大的实力呢？要知道，食猿雕的体型是非常大的，哪怕是与其他猛禽对此，也毫不逊色，所以它们的战斗力同样不可小觑。为了能够更好地确定猎物的位置，食猿雕在捕食的时候都会选择在空中盘旋，一旦发现了猎物，就会迅速俯冲而下。而它们最喜欢的食物，就是被称为拥有极高智商的灵长类动物。为了能够成功将其捕杀，食猿雕也是下足了功夫。由于灵长类动物的智商都比较高，甚至有一部分还会使用简易的工具，并且灵长类动物并不擅长正面打斗，所以为了防止它们逃跑或是使用工具反击，食猿雕会在第一时间将其眼睛戳瞎。这样一来，它们就会失去大部分的攻击性。而且食猿雕拥有着十分强大的爪子，能够牢牢牵制住猎物的行动，并且它们的喙也是十分锋利的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猎物的皮肉啄烂，从而更方便它们进食。除了灵长类动物之外，还有哪些物种会沦为食猿雕的盘中餐呢？虽然食猿雕的名字听起来十分有针对性，但是它们并不只吃这一种食物，并且它们的进食范围可以说是非常广泛，而猴子之类的动物只能算得上是它们的主食。在大部分时候，蜥蜴、蝙蝠之类的动物也有可能成为它们的加餐，甚至家中饲养的宠物也有可能沦为食猿雕的盘中餐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当人类与食猿雕正面交锋的时候，是否会遇到我们无法预料的危险呢？其实，在很早以前的时候，人类还没有学会使用工具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在路边遇到了食猿雕，必定会凶多吉少。不过对于如今的人类来说，使用武器已经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了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我们在野外不幸与食猿雕正面交锋，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千万不能随意招惹它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食猿雕面对猎物的时候十分凶猛，但是它们对于自己的配偶绝对称得上是铁汉柔情。它们不仅是猛禽中少见的一夫一妻制，并且雄性还会主动承担起抚养后代的责任，绝对不会让雌性独自面对压力。并且在后代的教育上，它们也拥有着很强的耐心，会一步一步地引导它们学会独立捕猎，在确认自己的幼崽拥有了独自生活的能力后，才会逐渐远离它们。为什么如此凶猛的食猿雕，如今的生存现状却依旧令人堪忧呢？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食猿雕其实还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，那就是菲律宾的国鸟，并且这个物种还是菲律宾独有的，足以看出它们究竟有多特殊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如今的食猿雕数量越来越少，甚至开始在灭绝的边缘徘徊。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这是因为菲律宾的国土面积本来就不大，适合食猿雕生存的栖息地更是少之又少。不过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土地的开发，由于人们不断的开辟土地和对森林的砍伐，食猿雕的栖息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数量开始呈断崖式下降，甚至从6000多只下降到了300只左右。除此之外，食猿雕的繁衍速度也并不算快。根据人们的研究发现，食猿雕每年只有一次交配的机会，并且每次只能产下1枚鸟蛋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想让它们达到性成熟的阶段，必须经过长达3年的时间。因此种种因素加在一起，才导致食猿雕的生存状态如此凄惨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菲律宾已经将其列为了保护动物，并且在各方面都加强了保护。虽然如今食猿雕的数量并没有回归到巅峰，但是也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。相信随着人们的保护，它们一定能够早日脱离濒危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